我收到贺延洲多年来久违的生日礼物的时候，贺延洲的小助理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带腻的废品配二手回收刚好合适。至于我，当然值得拥有最好的了。配图是一款价值连城的翡翠项链，打开生日礼物盒，里面是一条磨损的钻石项链。我看了看小助理的朋友圈，又看了看手里的二手项链。原来我爱到不行的宝贝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二手的废旧品，而我深爱了10年的男人，也认为我只配这样的廉价的磨损首饰。贺延洲认为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忠诚舔狗，这狗谁爱当谁当，这个男人我不要了。夜里，张玉婷搀扶着喝得微醺贺延洲回家，她像是女主人一样指挥着我：“你赶快去熬醒酒汤，不然一会儿贺总该难受了。”我不为所动，脸色冰冷地看着两人。贺延洲被我看得心虚，对我吼道：“你还站在哪里做什么？你丈夫在外辛苦工作，应酬喝酒，回到家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吗？真是的，还没有助理懂事，你还想不想过了？要是以前，我一定赶紧去熬醒酒汤，唯恐晚一点贺延洲会难受。可是现在，我把离婚协议书砸在他的脸上，不想过了。你和我离婚，你的助理懂事，就让你的小助理24小时照顾你好了。”贺延洲被砸懵了一瞬间，弯腰把地上的离婚协议书捡了起来，两人从进门就亲密地抱在一起，紧紧贴合，直到现在才分开。你又在闹什么事？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疑神疑鬼的？我只是正常应酬，那个男人受得了这样？贺延洲揉了揉鼻梁，不耐烦道：“那个老总在外面辛苦一天，回来还要看满身油烟味黄脸婆的冷脸。”张玉婷心疼道：“嫂子，你怎么这样？贺总昨天才送了你生日礼物，今天你就紧着他闹。”他挺着胸口说：“你可别生在福中不知福。贺总这样的男人，你不想要，可大把大把的女人排着队想要。”他嘴上夹枪带棒地挤兑着我，行动上不断地将脖子上的翡翠项链显露出来，生怕我看不见。面对他的挑衅，我忽然感到很没有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送给你好了，免得你们两个还要小心翼翼地打着上下级的关系偷情，怪恶心人的。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戳中了两个人的痛脚。贺延洲明晃晃地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别一天到晚的污蔑人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除了吃飞醋，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干？玉婷刚给公司拿下来一个大单，作为领导给她买个项链怎么了？人家玉婷收到礼物还会考虑你的感受，把自己最喜欢的项链送给你。你呢，一天到晚只知道跟我闹闹闹。我每天上班，那有那么多时间管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？”贺延洲轻蔑地打量我几眼：“一天到晚就知道和人比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人老珠黄，哪里比得上人家？你也好意思和人家比？”一瞬间，我感受到浑身发冷。贺延洲似乎忘了，公司的刚开始，他拿到的订单也是我不分昼夜酒桌上一个一个拉来的，一直到公司走上正轨。我因为和他一起陪酒，流掉了一个孩子。他当时抱着我流眼泪说：“月初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挣钱，让你享福，让你被人人羡慕。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那个时候你会是最幸福、最好的妈妈，我也是最幸福、最好的爸爸。”后来贺延洲越来越努力，昼夜不分，常常披星戴月地回家，满身疲惫。因为心疼他，我退居家庭，为他打理好生活中的一切。喝酒回来永远有醒酒汤，去上班有最得体的衣服，去宴会有最合适的礼物。我的工作就是家庭，我的人生就是贺延洲。他也曾骄傲地对别人说：“
我是他的贤内助。可是如今这一切成了贺延州嫌弃我的理由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一无是处的黄脸婆，不理会我又青又白的脸。”贺延州带着张玉婷扬长而去。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，回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跟你吵架上。你自己想想吧，离婚协议孤零零地丢在地上，我也孤零零地待在别墅里，我不受控制地蜷缩在地，捂着脸无声痛哭。我没有办法成为最幸福的妈妈了。贺延州也不是一个好爸爸。张玉婷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贺总的睡颜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看了。”配图是贺延州躺在床上按时的睡颜，发丝凌乱，鼻梁高挺。我给他点了赞，并评论：“别着急晒呀，等我离了婚，你再光明正大不迟。”不到1分钟，朋友圈火速删除。张玉婷跟我私信道歉，实则耀武扬威：“对不起呀，嫂子扎了你的心。不过呢，女人还是要大度一点儿，挽不回男人的心，总该学会别被他厌烦吧。看你实在可怜，明天早上就让他来找你好了。你们1周见不着几次面，明早可要珍惜呀。”我面无表情地把这些聊天截图保存。如果走到诉讼离婚这一步，这些都是贺延州出轨的证据。我把张玉婷的项链丢到垃圾桶里，平静地开始联系离婚律师，处理财产分割的事情。律师问我：“何女士，你想好了吗？确定要起诉离婚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能够协商离婚是最好的。闹到法庭上，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。”我有些犹豫，知道离婚不是双方签个字那么简单。即使现在我不打算再跟贺延州过了，可我还是想做事留一线，不要闹得那么难看。第2天，贺延州果然回了家。我没有问他昨天晚上去了哪里，他也没有向我解释的意思。贺延州自顾自地拿碗舀了碗粥，夹起桌子上皮薄馅大的蟹黄包，开始吃早饭，像是昨天晚上的争执不存在了那样，点评着。吃来吃去，外面的早点都不对味儿，还是我老婆亲手做的饭最好吃。为了能让忙碌的贺延州多吃1碗饭，我花了大量的心思研究菜谱和点心，只为了让他多吃1口。可是到头来却只得到贺延州的一句满身的油烟味儿。我没搭理他。贺延州看到垃圾桶里的项链，有些生气，不知想到什么，按耐下性子，没有直接对我发火，只是嘲讽道：“还在生气？我大晚上的被你赶出家门都没有生气了，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”我没有争论贺延州昨天是被我赶出家门，还是自己离开夜宿美女助理家，只是对着他平静道：“我没生气。”贺延州嗤笑一声：“人家送你的礼物都丢了，你还说你不生气？”他毫不在乎地夹走最后一个蟹黄包。桌子上只准备了1个人的早餐，但是贺延州毫不在意，丢了就丢了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原来他知道这是不值钱的东西啊。贺延州理所当然地对我吩咐道：“就算礼物你不喜欢，但是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昨天麻烦了玉婷1整天了，她听说你做菜很有一手，非常期待，你就再做1笼小包子给我带着去公司给她吧。”我放下喝粥的勺子，要做你自己做。我不做。贺延州皱着眉看我，人家都不计较了，你还在计较什么呀？做个包子就是顺手的事，反正你一天到晚也没事干，人家大早上的肚子还饿着呢。我冷淡道：“饿着就饿着，管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他妈。你要是有这个闲心，还是把昨天晚上的协议签了吧。”我把放在客厅的离婚协议递给他。贺延州看都没看，直接把它撕了。没事，别拿这个跟我闹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非要和我的助理过不去吗？玉婷是我的助理，和我走近一点儿很正常。再说了，她工作上帮我很多，
让我少操了很多心，你就不能和他学习一下，让我少生些气吗？他抓起沙发上的衣服，你现在脑子不清醒？我不跟你说，你想清楚再说吧。贺延州走得毫不犹豫，在他眼中，我做也是错，不做也是错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也没个笑脸。我自认不差张玉婷什么，可是贺延州看不到也不想看，当初那些共同奋斗的场景，他早就忘了。中午的时候，贺延州突然给我发消息，今天带朋友回家吃饭，你做点好菜。我犹豫了一瞬，不想和他再多什么牵扯，但还是更不想闹到朋友那里去，一言去准备了晚餐。厨房里，我还在熬汤，门口突然传来陌生的男女交谈，我赶忙跑过去查看，却看见张玉婷带着几个陌生人进来。我身上穿着围裙，其中一个女人问玉婷：“这是你家保姆吗？好年轻啊！”另一个人理所当然地问道：“那谁，鞋套在哪儿啊？赶紧找出来！这些礼物怪重的，过来提进去，真是一点颜色也没有。”我正要开口赶人，张玉婷立马道：“月初姐，今天要来客人，贺总应该跟你说过吧？你快来帮忙拿下东西，不然贺总知道了，该不高兴了。”我不确定这几个人是不是贺延州后面认识的朋友，按捺着性子接过几人的礼物，依稀听见后面还有人在说：“玉婷，你家保姆架子好大。”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女主人呢。张玉婷脸上弥漫着得意的笑，扬声道：“你可别说了，要是到时候又不做饭了，怎么办？”我刚进厨房，张玉婷就跟了进来：“月初姐，今天带朋友来你家玩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看着张玉婷脸上的笑，琢磨过味儿来。这些人是你的朋友？张玉婷撩了撩头发：“是呀。贺总说我昨天晚上受委屈了，非要带着你跟我道歉。早上给我带了早饭，晚上也邀约我，可我早约了朋友，哪能应他呀？贺总就提议说让我带着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正好尝尝你的手艺，也算是你给我赔罪了。”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，我捏着汤勺的手握得紧紧。看够了我难看的脸色，张玉婷才道：“水果在哪儿啊？”“哎呀，都准备好了。”“那我就端出去了。”走到我身边，他小声对我道：“今天辛苦你了，黄脸婆。”等到人出去，我狠狠地把勺子砸在了地上，拿出手机拨打贺延州的电话。电话刚刚打了出去，贺延州就从阳关进来，他把通话挂断，问道：“你们都来了？不是说半小时后才到吗？”张玉婷道：“做客吗？哪里有晚来的道理，就都提前来了。”贺延州温柔笑道：“人以群分，玉婷的朋友们都很像你，体贴周到。有人跟他打招呼，这位就是贺总吧？玉婷你好福气。”贺延州没有反驳，招呼了几声，也跟着进了厨房。他从容地把地上的汤勺捡了起来。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家里人多，你可别丢丑。”我咬牙切齿道：“要丢早就丢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你一个男主人不和女主人在外面待客，进来看我一个保姆做饭干什么？”贺延州皱了皱眉：“你又在瞎说什么话？我和玉婷清清白白的。”“呸！”我啐了一口，“清白的躺在一张床上，我是傻子吗？”贺延州转身就走：“我现在不想跟你闹，你今天最好老老实实的招待好客人。”做好饭之后，贺延州招呼我坐下，众人诧异。张玉婷脸色一变，马上道：“月初姐，你也忙活了一下午了，赶快坐下，跟我们一起吃点儿吧。”她态度从容且自然，看上去就像是脾气温和的女主人叫家中脾气古怪的保姆一起吃饭。我正想讽刺几句，贺延州看出不对，赶忙道：“是呀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这几位是玉婷的朋友，以后也是我的朋友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。”
张玉婷拿起酒杯，对我笑盈盈道：“今天很感谢贺总邀请我来家里做客，也很感谢月初姐为了这顿饭忙前忙后的张罗这一顿。这第一杯酒敬你，月初姐可要给面子。”张玉婷从进门开始就满怀恶意，一番话更是话里有话。我头也不抬，不用了，我喝不了酒。话落，贺延州就皱起了眉。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，人家现在主动敬你酒，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？就是你说的，你不生气。我强调道：“我喝不了。”张玉婷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，往我面前凑：“月初姐，这杯酒你可一定要喝，咱们的日子还长呢。”他的朋友们开始窃窃私语：“这个保姆怎么回事？她算什么东西啊？干久了把自己当盘菜了呗。”我以前只是听说保姆干久了会把自己当主人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这些窃窃私语不算小声，贺延州就像是没有听见一样，硬逼着我喝张玉婷敬过来的酒。何月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天到晚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人家都不跟你计较了，敬你一杯酒，你还拿什么瞧？是不是诚心想让我没脸？回想起张玉婷从进门到现在的女主人做派，我当即回敬道：“我拿瞧，我拿的瞧，哪里有她厉害？哪家的小三有这种本事，带着人上门，把人家老婆当保姆使唤？”张玉婷脸色大变，她带来的朋友瞬间面色各异，张玉婷眼眶瞬间就红了。“月初姐，你再不喜欢我也不能诋毁我呀！我从来没有跟我的朋友说过我和贺总是那种关系。贺总是个好老板，我也只把他当亲哥哥一样，这才像是家里一样每个顾忌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，如果让你误会了，我这就向你赔罪。”说着就要把手里的酒往嘴里灌。贺延州气得说不出话，赶忙一脸心疼地把张玉婷拦住。下一秒，他抓起桌子上的威士忌，掐着我的脸就往嘴里灌去。我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，疯狂挣扎，想挣开贺延州。一瓶酒水一半灌到嗓子里，一半浸透我的衣服。贺延州冷笑一声：“这不是喝的了吗？还拿瞧说喝不了。”他招呼众人不用理会我，继续吃饭。我缓过咳嗽的劲儿，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，端起桌子上的滚烫的汤就朝两人泼去。众人惊叫着连连后退。我把一桌的杯盘碗盏也从大理石桌子上扫了下去。吃，这顿饭谁都别想吃！很快一巴掌甩我脸上，伴随着贺延州的怒吼：“何月初，你发什么疯？”他抓着我的手就往外面推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关在门外了。我听见里面张玉婷在叫嚷延州，我的脸好痛，我会不会毁容了？接着是贺延州轻言细语的安慰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”我愤怒地去开门，输入指纹和密码，却被提示错误。我不可思议地愣了几秒，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贺延州就删掉了我的指纹，并且更改了别墅的密码。听到底下车库的动静，我赶忙跑过去，刚好拦住贺延州的车。“贺延州，你竟然删我指纹！”贺延州摇下车窗，冷冷道：“我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删你？滚开！别拦着我送玉婷就医！”我不肯让，面前的车突然对着我疯狂加速，势不可挡地朝我冲了过来。我连连后退，狼狈地摔倒在绿化里。车子这才猛踩刹车，迅速掉头疾驰而去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离开的汽车，哽咽地拨打了律师的电话。我不考虑了，我要起诉离婚。我无处可去，只能先找个酒店开房。没想到支付的时候，提示交易受限，因为一直使用信用卡支付，我也没有在其他移动支付上放钱的意识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贺延州把我的卡也给冻了。
我给他打去电话，不出意外全都拒接了。短消息发送甚至弹出了红色感叹号。酒店前台面色有意地看着我，窃窃私语着：“不会是小三吧？多半是惹到金主被赶出来了。哪家的正经人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啊？”我看也是，哎，这种钱我可挣不了，没有心力去和前台争论什么。我走到酒店外花坛边痛哭出声，突然有人喊我贺太太。我抬头，是一位衣着光鲜的时髦女性。我认识她，夏兰芝。之前我还没有退出公司的时候，曾经和夏兰芝一起竞过标，狠狠地把她击退过。这才发现，原来我是蹲在她的车边哭的。我如今发丝凌乱，衣服上全是油渍，脸上还有巴掌印，看上去和她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控制不住的想回避。夏兰芝面不改色地抽出几张纸巾给我擦眼泪。大晚上的，你一个女人怎么在这里？贺先生呢？看到我脸上的巴掌印，他又道算了，我不问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开个房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有什么事之后再说。说完，他就要拉着我走。我鬼使神差的突然道：“夏女士，你要不要聘用我？”夏兰芝有些惊讶。我之前的工作能力你也知道，你聘用我绝对不会吃亏的。夏兰芝态度一变：“贺太太，你清楚你在说什么话吗？如果你是任何一个遇到困难的女人，我都很乐意聘用你。但你是我竞争对手的老婆，谁知道你之后会不会和你老公和好？再说了，你退居二线3年，生意场上很多东西都脱节了。社会更新换代快，有更多能力强、无牵无挂的优秀女孩活跃在职场上，我为什么要聘用你呢？我知道夏兰芝的顾忌，也知道她这样的老板有无数的选择，能谈就是有机会。我3年前已经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我可以成为你的生活助理，太太有太太的外交。我绝对比你现在有的助理更知道如何最快地搭上关系。考虑到夏兰芝的顾忌，我又道：如果你不放心我和贺延州的关系，我烧的一手好菜。我知道你的公司是有员工食堂的，在食堂做帮佣我也能接受。夏兰芝长叹一口气，食堂做帮佣太屈才了。何女士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当然不会。想起最近贺延州正在搭一条线，这条航线如果能够开通，只要不遇到天灾人祸，以后就算吃老本，未来10年都不会掉下富豪榜。我当即道：老板，启航的老板的夫人虽然不在一线，在公司股份占比他还高，话语权举足轻重，他很喜欢满绿翡翠。之前我和另外几个太太打牌，听说有位夫人被下套玉石局诈骗了3000多万。前一阵子慈善拍卖，有一套压轴的翡翠项链，王夫人到场却没有买，很有可能被骗人就是她。那天的慈善拍卖，贺延州没有带我去，压轴品却戴在了张玉婷的脖子上。即使贺延州再爱，也不会拿生意场开玩笑，给王夫人找不痛快，除非她不要。这件事非常的隐秘，如今想搭上这条线的人，大多数准备的礼物都是翡翠。如果是之前送，那么是投其所好；这一阵子送，那就是膈应人了。夏兰芝很上道，你给我这么一条消息，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？王夫人爱翡翠，爱了很多年，即使一时半会儿为这个事难受，该喜欢以后还是会喜欢。如今死死地瞒着人，就是不想让人知道，所以她的生日上不送翡翠，反而更戳人肺管子，表明我知道你被鹰啄了眼，上当受骗了。我想起最近所受的憋屈，咬牙道：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消息传给贺延州手下的助理张玉婷知道，让她替换下我之前准备的礼物。夏兰芝琢磨过味儿，
又问我那我们应该送什么好呢？我直接道送原石。王女士很迷信12星座，我们可以送12个对应的原石。王女士是天蝎座，其他的原石内里等级可以高低不等。对应天蝎座的原石里面最好就是帝王绿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费很多的心思。原本是我准备给贺延州的点子，现在我更愿意拿来给别人。我常听商场上其他称赞贺先生有个面面俱到的好帮手，现在这种人才可算轮到我了。夏兰芝把这件事交给了我，我进入了夏兰芝的公司，信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他专门拨了几个人给我打下手。我们费尽心思才找到最适合的12个原石，尤其是最后一个。几个老师傅都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这块石头里面绝对出绿。忙忙碌碌这么久，贺延州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短消息上，我甚至还在黑名单里。虽然一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忍不住齿冷。这个男人完全不担心，这么久过去，没有其他房产，信用卡被冻结的妻子，能够去哪儿？可以去哪儿？反而是张玉婷给我发了消息，得意洋洋地炫耀。延州担心我陪他应酬太晚，让我在别墅过夜。月初姐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呀，家里都没有人收拾了，你钱也没有，住的地方也没有，这几天不会睡桥洞吧？我可怜可怜你好了，现在别墅的密码改成我的生日了，你回来住吧。不过呢，你以前的房间采光好，延州做主让我睡了，只好委屈月初姐睡楼下保姆房了。不过你睡哪里也合适了，这样早起做饭吵不到人。延州说你在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吵死了。我没理会张玉婷的狂舞，离婚律师哪里进展也很不顺利。贺延州只让律师给我带了一句话，别以为闹这个就可以免除你用热汤泼人的罪责，我也会找律师起诉你故意伤害的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更改了离婚条件，要钱，我只要钱，不要房产，不要股份。夏兰芝知道了，问我只要股份在，就能给你源源不断的挣钱，你真的不要吗？我冷笑着回应，只有前途的公司的股份才是有价值的。比如老板你的公司，我更想要你公司的股份。他笑着说，看样子你对这条线比我势在必得。不多时到了王太的生日宴，我和夏兰芝刚刚送上我们准备的礼物，突然一股大力传来，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的质问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抬头看去，张玉婷穿着高价定制的礼服，挽着一表人才的贺延州。而此时，这个男人正在指责我，在家里丢人还没有丢够，要跑到这里来丢人，还不赶快回家去。夏兰芝皱了皱眉，贺总，好大的威风啊，对着我的员工都能抖起来。两人意识到我不在的2个多月里是入职了夏兰芝的公司。张玉婷满脸遭受背叛的表情，月初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平时跟我辞敬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能故意跑到自己丈夫的竞争对手哪里去呢？就是为了气贺总呢？公司可是你们2个人的。月初姐，你太过分了。我拉了拉夏兰芝，面对两人家，你是说密码改成你助理生日房子，那个让女主人睡保姆房的家？原来你是我丈夫啊！原来公司是我们2个人的。大晚上给身无分文的我赶家门，2个多月不闻不问，我还以为我是上门打秋风的呢。不管平日里怎么闹，各家在面上都是要保持和平的。我在宴会上这样一番话，可谓是把贺延州的脸皮撕下来地上踩。贺延州的脸色青青紫紫，你又在发什么癫？我看你是疯了。夏兰芝一向不惯渣男，翻着白眼道：贺总可要好好说话，我的公司员工入职体检很严格的。
也很重视员工心理健康。我能保证我的员工精神很正常。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看两人，别人嘛，就不一定了。有人来打圆场，忌讳着这里是别人家的宴会，我们各自散开。贺延州恶狠狠地在我耳边放狠话：何月初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是收到一套精美的红宝石首饰的王太脸绿了，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两人，感叹道：还是贺先生消息灵通啊。贺延州不对我发癫的时候还是很有风度的。这都是我的助理精心为您准备的珠宝配美人，还希望王太太喜欢。王太太眯着眼打量了下张玉婷，笑道：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我喜欢极了，我和夏兰芝也喜欢极了。一套首饰让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出局，等到夏兰芝的公司走到磋商这一步，贺延州才后知后觉事情没有对。这天下班，贺延州开着车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，高调地等着我。月初回家吧，我订了烛光晚餐。每一次吵架都是这样，贺延州从来不会哄我，总是像现在这样若无其事地说着其他的事。我搭理他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；如果我不搭理他，就是不是好歹。他都低头了，我还想怎样？我厌倦了这种自己哄自己的生活。贺先生，我认为你有时间来骚扰跟你打官司的妻子，还不如回去哄好你的小情人。我点了点坐在后座的张玉婷，免得到时候两头不讨好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贺延州身形一僵，扯了扯嘴角：月初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张助理清清白白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我开门见山，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。你倒不如直接告诉我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贺延州见瞒不过我，这才道：我要你去和王太说，上次的首饰是你准备的。玉婷不懂事，小姑娘还在职场上，不能犯大错。反正现在你在竞争公司，犯错也影响不到自家公司。她和以往一样，理所当然。你一向很体贴我，这次的事我会补偿你的。回去之后就把现在的房子过户给你，行不行？我气笑了。你的小三更换了老婆之前准备的礼物，闯下祸来，你要原配去背锅。贺延州皱了皱眉：月初，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你不在的日子都是他陪我的，我打断他那还成了我的错了。贺延州总结道：究根到底，你还在闹脾气。闹脾气？我惊讶于这个男人的脑回路离婚诉讼书，你没有收到吗？贺延州，我希望到时候你能正常出庭，而不是像个懦夫一样躲着不肯去。贺延州神情变得不耐，语气充满了烦躁。何月初，我自认对你不差，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？你要离婚，我不同意。你以为你能离的了？多年来的默契让我意识到他话里的意思。我气愤于这个男人的无耻。你要拖着我？我讽刺道：你不会以为我证据不足吧？还是说你以为你的好助理有事没事能给我发些什么好话？我这边起诉你的证据充足得很，你也是懂法的人，应该也知道不是你不出庭，或者在法庭上忏悔一下就能改变结果的。贺延州定定地看着我，意识到我这次的决心，突然发现从始至终我都不是在闹，也不是在和他开玩笑。你变了，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么爱我，你的心里不是只有我吗？那是以前的我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逼得贺延州不敢跟我直视。2年前的年会，你没有通知我，直到我从公司直播上看到张玉婷是你的女伴，我每天给你精心做的午饭，转头被你送给张玉婷挑挑拣拣。半年前我们试管失败，半夜里他跟你打电话说害怕，你丢下我一个人在医院跑去陪他。最近你做的垃圾事我就不说了，
要点脸吧！就这样，你好意思说你们两个清白？好意思说我变了？压抑的愤怒像是火山一样爆发，贺延州不可控制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玫瑰花摔在地上，花瓣凌乱了一地。他脸色苍白，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多少伤害我的事。张玉婷看到我们两个起了争执，茶茶地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哭着对我说：“月初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延州哥都是为了公司，你要怪就怪在我身上吧。”贺延州对他吼道：“知道是你的错，你还在这里碍眼，犯了这么大的错，自觉一点的都知道自己去人事哪里离职了。”张玉婷显然从来没有被贺延州这样吼过，她渲然欲泣地看着贺延州，发现他真的没有打算过来哄她，捂脸就跑开了。我对着张玉婷的背影扬扬下巴：“不追吗？别到时候哄不好人了，又来怪我。”贺延州慌乱地抓住我的手：“月初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结婚8年了，整整8年啊！一个人的人生有多少个8年？是呀，我们在一起8年了。贺延州怎么忍心这样对待一个陪了他8年的女人呢？离开他之后，我想清楚了，一个女人若是相信男人，不必看八字，必定离婚8次。我给过你很多很多次机会，我把手抽了出来，是你先不忠于我们的婚姻。我希望你能尽快签字，把属于我的那份共同财产打给我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商场上见。我烦不胜烦，上了夏兰芝的车，第一次先于贺延州扬长而去。看我一直沉默，夏兰芝问道：“你后悔了？”我坚定道：“我不后悔，我心里痛快。”之后的日子里，贺延州开始重复我之前为他做的事。每天送午饭，天冷了送衣服，下雨了送伞，请公司员工喝奶茶，掐着日子送鲜花。每一次我都坦然接受，继续坦然地准备的开庭所需要的一切，一直到庭审结束，准备离开时，贺延州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不放：“月初，你就这么绝情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？我以为我们都和好了。”我沉默了一瞬间：“贺延州，我没那么贱。”贺延州慌乱解释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月初，我现在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爱的人是你。对于玉婷，我只是一时冲动。我们不是约好了一起要个小孩吗？我们现在就去要。”说着从裤子里拿出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条美丽的钻石项链，精美的切割在自然光下栩栩生辉。我冲着他决然地摇摇头，感情中的下位者才是维护这段感情的主要人员。如果这个人不乐意再维护这段感情，这段关系就会结束。贺延州，你和我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想你也应该清楚地知道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贺延州还是不肯相信我的话：“你怎么会不爱我呢？我应该是你生命的唯一呀！”真讽刺，他一直很清楚我们两个的感情，一直知道我爱他，却要仗着这份爱，无所顾忌地伤害我。我转身就走，别再纠缠我了。我认定的事情从不改变，我说过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关系。如果一定要有交集的话，那我们商场见真章。离婚之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，每天回家倒头就睡。虽然身体非常的疲倦，但是我精神焕发，干劲十足。我感到我的身体从内到外在焕发新生。公司里咖啡间，我忽然撞到一个脸熟的女职工，她看见我不自觉躲了一下，随后又态度自然地向我打招呼：“何副总。”我半开玩笑道：“看见我躲什么呀？我又不吃人。”女职工苦笑道：“您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我了。但是我做了愧对于你的事，不好意思面对你。看我完全不记得。”女职工才道：“我和张玉婷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也一直来往。
见她男朋友有钱，十分羡慕。之前去你家做过客，在她的引导下，以为你是保姆。真的很抱歉，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女性，是我见识短浅。贺总不选择你，是他的损失。我都快忘了这件事了，不在意的笑笑。女人的价值不在男人的选择，你觉得呢？女职员自信一笑，当然，现在你可是我的榜样。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通过他我了解到，当场的几人都以为张玉婷和贺延洲正常谈恋爱。发生那种事之后，一群人渐渐都远离他了。唯独另外一个女同学，刚好在贺延洲公司，跑也跑不掉，躲也躲不了。贺延洲和我离婚之后，一次性支付属于我的共同财产折现现金，一时间导致资金链不足，不仅损失了新线路的项目，后续几个潜力项目也不得不随之放弃。公司状况不进反退，加上张玉婷在我离婚之后，直接在公司里以女主人自居，总觉得别人看她是小三，丝毫不给公司元老面子。有一次差点弄得一个部门的人一起跟着老大跳槽。贺延洲好说歹说，许诺了很多好处才留下人，其他部门一看，也纷纷要求涨待遇，把贺延洲整得焦头烂额，一时间停止对外扩张，错失了很多好机会。对外，张玉婷是看不上太太之间的来往的，她一向看不上家庭主妇，你看不上人家，谁又看得上你一个上位还没成的小三？纷纷断了来往。又不是所有人都是贺延洲，一个家的女主人态度是会影响男主人的。新年过后，贺延洲突然发现很多合作伙伴一下子冷淡了很多。等到他知道原因之后，怒不可遏地开除了张玉婷。没想到张玉婷拿着孕检报告上门逼婚，贺延洲没有办法，只能捏着鼻子娶了她。张玉婷没有了工作，太太们又不带她玩，担惊受怕贺延洲和公司秘书或者助理之类的产生关系，每天不停给贺延洲打电话，扰得他烦不胜烦，总是用自杀割腕要挟贺延洲回家，一次就医不及时，导致孩子流产。发生这件事后，贺延洲干脆把他拉黑，明目张胆的出轨，公司状况一跌再跌，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跟夏兰芝的公司一个牌面。同等级的公司谈起他来，都会说那个公司啊，老板名声不太好，能不合作就不合作。我听到之后也只是笑了笑，曾经的8年早已烟消云散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正在走往高处。